走进怡保，穿越百年南洋风情，探秘二奶巷名字背后的故事，漫步复古骑楼，打卡文艺壁画，鸽子满天飞的怡保瞬间，还有旧街场的文史馆。从白咖啡起源到鸡公碗，苦咖啡是如何逆袭成世界著名白咖啡的？人少景美，物价低，怡保这座冷门老城，连吵架都带着幽默感。女人要独立，女人要有思想，女人一定要当二奶。哦，不是。跟着 Sherry 一起旅行吧，记得先订阅关注一下哟。二奶上，二奶这个名字的话我就不多说了，听这个名字大家都很明白啊，二奶、三奶、大奶什么意思？这里的话我就要批评一下这个怡保了，怡保什么都好啊，就这个风气不太好，为什么要把这个二奶巷直接名字就叫二奶呀？是不是？我们换一个其他的名字啊？比如说叫小三街。三个外国小姐姐，她们在这里看咖啡。这是一家百年老店。不是，你认真看那个百年老店后面还有一个字哎，它是个骗子。差99年，还差99年。哦，就是开了1年。这在开玩笑吗？这个？你要告诉这3个小姐姐，他们还在这里看，以为是个老店，完了之后要进去喝，关键是他饮料卖的很贵。它咖啡基本上翻了2倍，他那个绝对是还差跟外国人的。99年。二奶巷其实我们也是来过第2次了，之前也有介绍，那也是相当于这边最热闹的一条巷，最热闹的一条街区，很多商业，然后吃的东西也很多，而且这一次来的话，来怡保我觉得好像人少了，价格也便宜了，感觉很多东西的话就有降价。然后这个是吃的什么粑粑？这个吃吗？不要，我想吃甜甜圈。你看嘛，这个不就是夜市的正常的价格吗？逛一逛吧，我其实觉得这些老建筑老不老不知道，反正看起来比较老的，还蛮有感觉的，又有那种工业风，又有那种古朴风。啊，还可以上楼啊？啊，直接上2楼啊！好吧，走吧。直接上2楼啊！你还可以给我拍照。女人那就是他妈，她要用你的时候，你都是宝宝，你都是乖乖。他妈一不用你了，你给老子搞，你都是个锤子，你都是个傻的。不要咬牙切齿。老子早晚弄死你，老子也要娶个二奶。等你赚够钱再说，要加油哦！等你赚够钱，我就把你弄死，所有的钱都是我的。好恶毒是不是？钱大奶。上面有这些什么玩意儿？钱大奶。这上面其实真的很漂亮，你看他们也在这里拍照啊，而且采光也很好啊，又有空调。哎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。哎，你说。二奶巷的英文该怎么说呀 ？Second wife street 呀。哇，二奶啥 ？Second wife， 他在旅游景点卖袜子。老街场文化馆，老街场我都知道是咖啡的，马来西亚很出名的咖啡。哦，这个太阳真的让我躲一下，让我躲一下！天哪！你为什么要走外面呢？人家那里有个门的嘛。那里关了的。他是写的不要去上厕所，人家门是开了的，你个傻的，直接进去啊！哦，这是开了的哟。哎呀，好舒服呀！我怎么还有饭呢？它还有拉萨拉玛 chicken。我也不知道这么高级吗？我看一下这边又是什么来？哦，这边就是点餐的。它这里的话，应该价格就是通价了吧？旧场街还要卖饭的呀？啊，这里不是 menu 吗？旧场街哎，真的有饭。但是它这个咖啡会不会有点太贵了哟？我们上次10几块。就喝过这个的呀。怎么那么贵啊？它这个咖啡？人家是连锁店。连锁店这么贵啊？走，我们去楼上看一下文化中心。好，走走走，我们去楼上看一下文化中心。它这个好洋气哦！哦，对，应该是新修的。对，可能要转型吧，也是。文史馆、零售店、垂直农场，一下子高端大气了。你站在这里，等一下给我拍张照片。2楼的话是文史馆，但实际上的话也是它最顶楼了。Heritage Gallery。
啊，它其实这个文史馆应该放在下面，应该我觉得很多游客会来参观吧。旧街场咖啡馆，啊，你看这里的话就有介绍咖啡店啦、炸酱面包与白咖啡啦、传统的咖啡豆的烘焙过程啦，白咖啡。也是在那个时候，说19世纪末的时候，海南人大量的涌向了南洋，寻求更加优越的一些工作机会和生活条件。华人喝什么？喝的是茶，讲究的是茶道、茶文化。你刚下来的时候喝咖啡，那个喝不习惯呀，苦啊，不好喝呀，但是又得喝，大家都喝这个，茶叶又贵。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他们就对这个咖啡豆的烘焙方式进行了一个调整。那在烘焙这个咖啡豆的时候，首先就加入了这个黄油，人造黄油，那减少了咖啡豆的一个简单的那种苦味，然后让它变得更香、更浓，然后更加的富裕的口感。然后另外呢，人都是喜欢甜的东西，所以再加入一些炼乳，然后增加丝滑般的口感，再加糖，然后就形成了现在怡宝的非常出名的白咖啡。其实说到刚刚那些都是比较冠冕堂皇的，悄悄的给你们讲啊，其实最主要还是咖啡豆不行。其实，在马来西亚我们经常看到这种咖啡杯，有没有？其实很有感觉，对不对？就是一种小茶碗茶多，它是17世纪的时候到欧洲市场，然后改的这样的。传统的怡宝咖啡店一般会用公鸡碗，就是这个碗上面有一个鸡公，就是长这个样子的。这个呢是20世纪初的时候在广东潮州窑烧而成的，因为公鸡与阳刚的气质相关。那所以反映了当时以父权制度为主的时代背景。哇，好深啊！我第一次了解。还有一个福建话发音“鸡”与“家”的意思很相似，所以呢，鸡公碗这个“鸡”就象征着中华文化重视家族团圆和凝聚力、聚餐的这样的一个氛围。所以用公鸡碗盛菜呢，象征好运和繁荣。你看，企业做大做强之后的话，就要打什么？打文化。对，卖咖啡的吧？哎，没有人吗？没有人。我这个79就有周边的这种咖啡周边。我觉得对于本地来说，旅游客来说的话，这个价格已经很亲民了。你看这个咖啡，然后一盒的话才11.5块，投1块多2块钱人民币一条，跟国内某宝的价格一样的呀。然后这个的话，国内差不多是27、30左右，然后加上这个的价格的话是一样的。比较热的时候，然后就可以来这里走一走，看看历史。品品咖啡，其实我们有时候吃美食也是一样的，一定要读懂它的故事，才能喝出不一样的这种味道。走啊走啊，过马路啊！没有人啊！上次我们带小孩过来的时候，然后是过年，这里啊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人，然后还有很多摊贩就直接是摆在外面来卖的，这个就很有感觉啊！这个老的卷帘门，是不是大铁门？怡宝我觉得还是适合人少的时候来逛吧。比较幽静的那种小清新，大晚上都没有，不受重视。要么老公也不喜欢，他妈生意也不好，钱也没有，只有一个贤良淑德，有个屁用。人家的大奶还有贤良淑德，我的大奶他妈啥都没有，只有坑蒙拐骗，还有就是压榨。所以你要去找的是你的二奶呀。哎，这不是走到那个钟那里了吗？钟楼那里啊。这个很漂亮的建筑的话叫平济站，但是建筑是非常漂亮了，但是里面它现在搞是一个像博物馆、文化馆这种要参观，然后这个要收门票，好像是20马币一个人。
佳打卡点。现在来到了怡保的毕志塔，毕志塔呢，其实是1909年的时候，为了纪念霹雳州的第一任参政司毕志而修建的。它是维多利亚式和摩尔式的一个建筑风格。它在顶上，我们看到有4个白色雕塑，分别代表4种不一样的高尚品质：正义、坚韧、忠诚，还有一个是牺牲。那在毕志塔的中部呢，它4方都有很多宗教的重要人物，但是呢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是，在正面这里竟然有一个模糊的人。那也有人说啊，这个模糊的人其实是毕志。这个其实是不对的。这个宗教人物呢，其实是经历一段故事。最开始建毕志塔的时候，他是在上面的。当地的伊斯兰组织呢，觉得这一个代表性人物非常有争议，所以就把它模糊掉了。其实当时毕志塔建立之初呢，在这里有一个毕志的铜像，一个雕塑。OK， 离开毕志塔，离开清真寺，我们继续逛我们的怡保老城。Let's go。从毕志塔下来呢，这个附近就是一些100年的老建筑，可以说是怡保的金融中心吧。因为这里的话，超多的银行，各大银行都在这里。然后这些建筑也非常漂亮，威武庄严、严肃，然后看起来的话也有上历史那种欧式小风情的感觉。走，我们穿过草坪去打卡怡保的标志性地标。OK， 刚刚我们不是去了2奶巷吗？对不对？那大奶巷、3奶巷在哪里呢？看到这个渣打银行，那旁边呢有一条小巷，一直连通了3个主要的干道。那这个就是凄凄凉凉的大奶巷。所以大奶，贤妻良母，谨慎持家，有什么作用呢？最后还是没有钱，钱都在2奶那里去了。所以告诉大家什么？女人要独立，女人要有思想，女人一定要当2奶。不是。老城魅力精髓在哪里？就在于人与自然、历史与现代的融合。在这种断壁残垣的墙壁当中，有很多这种可以歇脚的地方，也是以前老房子留下来的空隙。这个成了鸽子的家耶！怡保草坪现在的话5点50分下午。又有白鸽，又有好多年轻人在这里踢球，好有活力的感觉啊！怡保体育场旁边这里就有一个怡保必须打卡的地方，我觉得是所有游客来到怡保一定会走到这里来打卡一张。Hello， 怡保，就是这里鸽子太多了。Trip 的石碑这里的话是一个老建筑 ，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 汇丰银行。那所以这一栋楼的话，也就是老楼，是一个历史建筑了。来看一下下面它这里的话有一个怡保的标志，然后上面有一棵树。那你知道怡保这个标志上面为什么会有这个树吗？怡保和这个树之间的渊源又是怎么样呢？记得订阅关注我们，带你去解密怡保的神秘之树。其实古城不大，真的很小，但是家家都很有味道。像我现在走的这个起楼这一家店，也很有它自己的风格然后蓝色的墙，拍照打卡也非常漂亮。来，顺着我的手指，那黄色的建筑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，那里就是以前的细奶巷，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还是2奶混得最好。现在是晚上的6点06分，怡保这个城好空怡保的老城是不是感觉不到节假日就没有人呢？这是最著名的2奶巷，你看一下人，一眼都还望得到头。3奶巷了，这里怡保3奶坊。看一下3奶巷的人气旺不旺嘞？至少看到有人在拍照。或许只有在门口吧。Market Gallery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到了3奶巷 ，Welcome to 3奶巷。3奶巷我觉得它的壁画也是很多的，但是现在可能不是节假日，人就比较少一点
你看这茶庄，因为它开发的时间的话是比较晚一点的，所以我觉得它的名气的话也没有二来巷那么好。其实它3个巷子挨得都蛮近的。三奶巷最大的特别之处就是在于它的壁画。我老公什么拉沙？我老公是拉沙还是我老公吃拉沙？我老公吐拉沙还是什么？一点都不好玩，全部都光完了。你人多的时候啊，又嫌人烦；人少呀，又好无聊，我感觉没有对人气。所以人呐就是这样的，挑三拣四的，特别是女人，没意思。妹死！走，去夜市找人。这个整个老城都是感觉是空的，没有人呢，就看到很多鸽子、很多鸟出来觅食。好，世界那么大，事儿在牛天下啊！我们今天到的怡保，今天的话在怡保逛啦。